去哪儿啊？去求菩萨。你说，如果你是我，哪怕最终功败垂成，也能比得上也。20年后，还能顶天立地。这话我信了。如今不成就是不成了。你那说好的顶天立地呢？要真是哭鼻子，可就是食言而肥了。闭嘴！好，美人儿，我就喜欢你这副到死如铁的心肠。你先把我放下来，我想和你说几句话。给我少说2句。阿飞，很多事情，一如生老病死，既然已经注定，便是人力所不能及。别说了，不信这个。阿飞，以前同你说要你做王妃的话，是骗你的，不当真。别做梦了，谁要做你？因为我也不想做什么皇后，当什么天子。其实我想过，自己会死在何时何地，又该葬在哪里，才能魂归故里。但是这会儿，我不想回什么剑阁，我想跟你去48寨，去个随便什么的地方，生着个山野犬夫，死成个山鬼灵媒。闲了就骑骑你，爱大了就跑，跑个10天半个月，等你气消了再回来。每日受气，也没有怨言，因为你在的地方就是家。江湖险恶，日后难免在于强敌。不论你是神功几层，生命几丈，自送在黑牢里，你带着一些瓶瓶罐罐回来，跟我说交代重要。那时起，你就是我心里的天下第一。还没好好在这纷乱里纠缠，欠你那把都还没还。阿飞，今日暂别，20年后我仍去找你，要一言为定啊！巍巍江山为你愿把热血洒，管他又是谁的天下。既然只血飘到哪里才是家，不如让我把你融化。当
群鸳鸯无心，却化作前世的铠甲。是爱微微照顾与你换取不曾花，灯火听你踏遍天涯。巍巍江山为你愿把热血洒，管他又是谁的天下。既然赤血飘到哪里才是家，不如让我把你融化。当初鸳鸯无心，却化作前世的铠甲。是爱无花。我刚才在干什么？我在哪儿？小姑娘，你这命是捡来的吗？怎么一点也不知道珍惜呢？你中了蛇毒，自己不知道吗？兜里就装着解药，偏不吃，怎么，想试试自己能活多长时间是不是？这说话不正经的口吻，怎么那么像谢大哥？谢大哥，谢大哥呢？慢着点儿，慢点儿来。哎呀，你们这些个慌里慌张的小施主啊！大师，那个跟我一起的人呢？阿弥陀佛。姑娘，你要往何处去？老衲送你一程。我应该去哪里？要做什么呢？大师，你有酒吗？老衲倒不曾预备。船棚上挂着个水壶，里面煮了些水。姑娘若是不介意，可自取饮用。药的味道。咱们已经出了零陵城，再往前走就彻底离开了这方地界。你想好自己要去何处了吗？零陵城，我该回客舍找李安、李胜，别让他们担心。可是找到以后呢？继续查海天一色，但他人已经不在了。想不出来也不要紧，你记得自己为何而来便是了。可是他已经没了。不对，不对。我帮帮您吧。你会划船吗？您教我呗。这玩意儿怎么往前走啊？你再好好想想，你是为什么而来的？想通了，就知道该怎么往前走了。
难不成我遇到了一个疯和尚？你所说的那人，不过是途中一段起落聚散皆无常的缘分。既然是偶遇，又怎么能说是为他而来呢？刚开始，我是为了长辈交托的义庄跑腿的事儿上路的。不对，老衲别的不知，只知道跑腿不过一段路，跑完就完了，不是开头，也不是结尾。你呀，必然还有别的来意。我没有别的来意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回下山。平日里就是在山里随便练练功，哪有什么开头结尾？在山里练功，那么你练功是为了什么呢？因为喜欢啊。既然是跑完了腿，又没找到人，回去继续练功，岂不理所当然？为何跟我说不知往何处去？你练功是为了什么呢？练功是为了什么？最开始只是为了博大当家一个点头，而后来，这是破雪刀重出江湖后，其任下第一道亡魂。就算只剩我一个人，我也一定会把你安全送回48寨。他一出关呐，便遇到了地煞攻打霍家堡。那女侠凭一己之力，力克了地煞，杀了鹿犬煞，一路直奔衡山，冲出了一条血路。到了衡山，引出了青龙主大魔头，斩杀于衡山脚下。为了先祖的刀吧，双刀一剑控龙手的故事已经过去了。我们这些不孝子孙，拿着先人留下的刀剑，苟且上起剑来，太窝囊了。我总觉得不该是这样。宁门之后，是了，家里眼下还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如今霍连涛一死，往后丁魁之流不是更加肆无忌惮？我得回去，把这些事跟大当家好好说一说。还有海天一色。大师，麻烦你送我回一趟零陵城外吧。你去船棚里看看。身凡景英雄老，梦中山花如飞，如见故人红袖照，有情那一句交代，比性命重要。不有江湖之缘，也不令那庙堂高，只有这许足够，爱以为宝。
大师，他现在这样还有什么办法吗？老衲只能以银针服以一些药物，来吊住他的小命。究竟该如何驱除这透骨青之毒？我们几个老东西好多年前便开始琢磨了，至今也是没什么眉目。唉，老衲听说推云长重现江湖时，便觉着不好，一路找过来，不料还是晚了一步。这老和尚似乎与谢大哥熟识，是特地来找他的吗？敢问前辈您的法号是？可算想起来问了。你不如再好好想想，还忘了什么？老衲只是个云游四方的野和尚，法号同名，想必啊，你也没有听说过。这是谁啊？还真没听说过。那不成器的后生，便是我的弟子。不过，他虽出自我门下，却是个俗家弟子，也不是什么带发修行的。他小的时候自作主张剃过头发，只是我知道他一身尘缘，便没替佛祖收他，没人理他。几年过后啊，他自己觉得怪没意思，又自行还俗了。大师，我终于知道他这啰里吧嗦的习惯是跟谁学的了。谢大哥，他跟我说过，他有一位师叔，将毕生的功力都传授给了他，所以才压制住了透骨青。用极雄厚的内力将透骨青封在他的经脉中。当时是我亲自下的针。那时我便觉得此计不过权宜，不能长久。再者，安之这孩子天生情深，叫他一直冷眼旁观是肯定不能的。安之，他一个师叔给他取的字，没告诉你吗？他告诉我的是谢梅梅。前朝突发兵变，安之尚在襁褓之中，是一个老中官将他抱出险境，遇上了我们。师傅，我为什么不能出家呢？我师父是个大和尚，我就应该是个小和尚啊。遁入空门，是看破红尘。安之，你知道什么叫红尘吗？我看你啊，就是没出息，想逃避责任。我为什么非得要有出息呢？我又不能决定自己是谁的儿子。我要是能决定，就不当父亲的儿子。那你想当谁的儿子？打鱼的、撑船的、挑担的，都可以。这样我就不必读书，也不必练功。等将来长大了，我可以卖力气为生。当个跑堂的或车夫，跑堂的可以耳听八方，车夫可以走南闯北，岂不比现在快活？阿弥陀佛，师父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只看到海边那些卖苦力的娃娃们自在，却不知道他们这一辈子快活的时光只有这几年。一旦身子骨开始抽条，便要替家里干活，挑担的要挑一辈子的担，撑船的要撑一辈子的船，日日起早贪黑，糊口尚且困难，遑论听风赏月。身后一家老小都是石头，沉甸甸地压着你，让你病不起，死不起，只好低着头往前奔。这还是太平年间，
倘若有个天灾人祸，那便更惨，夭折的比活下来的多。你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？阿弥陀佛。他们在想，我为什么不是公子王孙？那些女娃娃们更苦，幼时祈求父母垂怜，不要将骨肉发卖；挣扎着长大出嫁，要祈求婆家垂怜。生死祸福全部由己，这是生而为人，拖上了牛马的命。你又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？生老病死，此乃生之苦。凡人奔波半辈子，都是为了挣脱娘胎里带来的命。哪是那么容易的？你单知道自己的苦处，却没见过别人的命啊！师父，世上可有不苦的吗？那都是有大造化的人，有父母长辈顶着锋刀双剑，他们才能一生下来就是自由身，是前世修行来的。你我没这个福分。小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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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呢？小殿下，小殿下，小殿下，你可不能胡闹啊！小殿下，你要是出了家，小家江山可怎么办呢？小殿下，你的父亲还有先皇都在天上看着你呢，小殿下。你快出来啊，小殿下！你出来啊，小殿下！总算是喊累了，闭了嘴了，到最后还不是我赢了？王中官，我给你带点野果子润润嗓。王中官。老奴仅余残存之身，身负主上所托，罪无可赦。倘贵人们垂怜，千万勿要立碑祭扫，再舍老奴的身后之福。只愿烧成一把灰，撒进东海，这样老奴就能一路向北，飘回故土。你别吓唬我，你过来好不好？师父，快救救他！阿弥陀佛，众生皆苦，愿施主解脱苦海。自那之后，他就仿佛变了个人，学文习武皆是一丝不苟。原本我们以为他走出蓬莱便永无归日，
谁知我们很快再见到他，那时他已经身中透骨青。早知如此，不如当初让你师父带着你出家。师叔，你别难过，我现在反而觉得轻松得很。我现在就要用内力把透骨青锁在你体内，可保你无虞。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不能再和人动武。怪不得他总说他自己这条命来得不重不小，可这些哪一样由得了他呢？姑娘，那确实有些事要劳你相助了。不过这一日你经历了大喜大悲，心神不定的，不妨稍歇一会儿。这事儿啊，也不急在这半日。大师，大师，他现在这样，当真没有办法了吗？透骨青之毒，天下至寒。自他中毒之日起，我们几个老东西便开始琢磨了，至今也没什么眉目。但凡是毒，总要有个来由。给他下毒的连胜不见了，我便去找他师傅。若他师傅也死了，我便寻上他师门。我就不信这天下奇毒就是凭空冒出来的。你说的不错，这透骨青确实有来头，而且来头不小。我查过一些道听途说的记载，得知这透骨青本是大药谷药王经中的百毒之首。若要能找到这本药王经，或许能看到其中的解药配方。那药王经在谁手里？我去哪儿找？可惜，这药王经恐怕早就不在世上了。什么？此事说来话长，《药王经》的作者名叫吕润，也是一位天纵的英才，一生穷尽毒术医术，写成了这本《药王经》，是大药谷的镇派之宝。只可惜，在那场浩劫中，付之一炬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世间万物皆有因果。这事儿，怪不得你是安之的命，也不应该抱用到他头上。
这种因果，我不认。哼，你这丫头，刚刚还伤心的找不着北，这么快就缓过来了吗？既然大师出手了，就说明还是有希望的。否则您不会对我说这一番话，对吗？你心地纯良，难得对贪嗔痴之苦却看得这么透。大师说笑了，只是我贪的东西和他们不一样罢了。这小子总说他命不好，我看未必。大师，您跟我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，现在总该告诉我，您所托之事是什么了吧？我不日便要带他回蓬莱去了。若要救安之，老衲只能先用三味汤吊着他的性命。三味汤？三味汤共3剂。老衲这些年在中原行走，就是为找些散落各地的驱寒圣物。如今已经配出了第1味，待他回到蓬莱后，就给他喝下，能暂时保住他的心脉不冻结。3个月内，再喝下剩下的2味汤，或许他还有机会醒来。可这药引要用天下炙热的毒药来以毒攻毒，这东西可遇不可求啊！实在不知是否能寻到，只能看缘分了。那他喝了是不是就好了？3味吊命，只是治标不治本。老衲实在是才疏学浅，翻遍药典，也只能想出这权宜之计。3味过后，我明白了，大师，您只需要告诉我，这些驱寒圣物该去哪里找呢？算来，西北极寒之地的火莲不日便要开花，这是10年一次的机缘，莲生9地，9朵长成便是最佳摘取时间。若是错过，这又是一个10年。且看你能不能赶上了。火莲我一定拿回来，让他一定等我。丫头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即使踏遍人间，最后依然可能遍寻不到，结果仍是一场虚妄。之前我背着他行走，那时候我真的以为他已经死了，万念俱灰。但是现在我知道了还有解救他的方法，纵然很艰难，但那也是一线希望，不是吗？周小友果然是玲珑剔透。孩子，去看看安之吧。不，等我拿到火莲再来看他。嗯。这丫头，哎，你忘了这个？这是多少人舍去身家性命都要去抢的东西，你倒好，把东西扔在路边，居然还能忘了。我一路带着累赘，您先帮我收着吧，等我想起来再回来取。
年轻人呐，真是不同寻常。奇怪，他不是刚死吗？怎么就跟冰块似的？谢兄，那个，你活着的时候我没能救你，现在你死了，我拿你的尸体去研究透骨青，也算是帮你积些德吧。你应该不会怪我吧？你要是不说话，我就当你默认了啊。阿弥陀佛。大师，您别误会啊。小友，我的徒儿，还是我自己管教为好。啊？死人您都能管教？他没死啊！好了，刚刚输完真气，服了这副药，总算是暂时保住了他一条小命。童明兄，你这一味药能管多久？目前看，最多1个月。那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那火莲就算你亲自去，也要1个多月，更何况那小丫头片子呢？我相信她。那1个月之后她回不来，那安之，她怎么办呢？这便是那丫头的结束，也是安之的命。3位吊命，能逼出他身上那最后一点生命力，叫他不至于无声无息地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。可吊1次命，就少1簇真火。3位过后，如果还是找不到解药，那你为何要用这样的火狼之药啊？透骨青全靠他身上那点内力相抗，一旦人衰弱下去，那就彻底没救。就算找回了药王晶，也是无用。那药王晶可有线索？我和他林师叔在中原行走了多年，都毫无头绪。大药谷早就覆灭了，一个传人都没有留下。唉，说不定药王晶早就被药谷当年那把大火烧成了灰了。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算了，
既然你这么不想去，那你就在这儿等我吧。老乡，有没有看到一个背着长刀的姑娘？有啊。是往那条路去了吗？是，就没见过这么倔的姑娘。哎，你认识她吗？那边现在危险得很。刚刚发生过雪暴吧？是啊。你咋知道的？你是本地的？雪暴一过，大山里就开始雪崩了。这丫头来的倒正是时候。哎，你明知道有雪崩，还上山，你不要命了？雪山上的狼会害怕雪崩吗？你该不会是雪狼吧？这是从狼窝里长大的孩子。雪狼回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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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快1旬了，那姑娘一点消息都没有吗？她若是脚程快，现在应该刚到雪山下，稍安勿躁。你说，这好好的一个孩子，一出去，回来之后就变成这样。早知如此，当初不管王林怎么说，我都不会把安之交给他。安之要去哪里是他自己的主意，你我也罢，那王离也罢，都左右不了他。前朝兵变后，安之被救到岛上，我们4个老东西都没带过孩子，手忙脚乱的，天天围着他转。他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才这么高。等他再大一点儿，就是他耍的我们4个老东西团团转喽。我若是没记错，那王林老儿找到岛上来的时候，他也只有这么高。对，这么高，刚到我腰。对，当时我们4个难得吵了3天3夜，你和那林老头都不愿让他走，我记得清楚着呢。我们当然不愿意了，谁不知道那老儿王林一心就想光复前朝。后来啊，你和他小师叔跟我说，如果不让他回去，终其一生，这孩子不过就是蓬莱岛上的一个乡野村夫。到死啊，都认为这天下不过就是巴掌大的一块小岛。他小师叔一向最疼他，可偏偏是他小师叔一力要让他回去，说只有等他见过山、见过海，才谈得上选择去和留。难道这就是他最后的归宿了吗？像他这样胸怀天下的人，终
是不可能陪我们几个方外老头子一起，一辈子终老蓬莱，这都是他的选择，也是他的命中定数。何况，他若不下山，也不可能遇到现在正为他冒奇险去雪山采药、救他的人。阿飞，救救阿飞！阿飞，那丫头我见了，重情重义，安之眼光不错。大师说的没错，那火莲就该在这雪峰的最高处了。我必须成功，他等不到下一次了。漂亮丫头，好久不见。上次灭煞大会匆匆一面，也未来得及叙旧，你便没了踪影。你这么匆匆忙忙的离开，是去做什么去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杀了地煞的那只楚天犬，干得漂亮。可那只老狗从我手里抢走的肾毒印也被你拿走了吧？我不拿，难不成留着哄你玩吗？那是霍大哥的东西，你抢那个印做什么？哦，难不成连南刀的传人也信了霍连涛那套鬼话，觊觎那老石子秘宝不成？朱雀主。此时若是我们打起来，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。不如我们打个商量，你让我把这个火莲取了，我便让你3掌不还手，如何？笑话！我朱雀主穆小乔什么时候要一个黄毛丫头来让了？不要以为你长得漂亮，我就会手下留情。连升9地，10年一开，9朵长成，便到了最佳摘取时间。你不想再等10年吧？别碰火莲！想要火莲，拿肾毒印来换啊！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来抢肾毒印？难道朱雀主不想要吗？不如我们2个联手，问他要。我还就告诉你，在这雪山之上。没有人可以斗得过我陆天旷。哦，地煞雪狼陆天旷，别来无恙。可笑！拿到了肾毒印之后呢？难不成1分2半吗？看见地煞我就恶心。
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！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了？你醒了，你真醒了。你是只熊吗？怎么穿这么多？这么冷的天，不穿这么多会被冻死的。对了，火莲呢？我还是没有找到火莲。阿飞，安之，安之，他方才说什么？阿弥陀佛，可怜安之这孩子，还是情深缘浅呐。安之，安之，既然已经注定，便是人力所不能及的。我只盼着你能够好好的。可我也与你说过，天涯也好，海角也好，但凡在6合之内，凡人能踏足的地方，我都会去。傻丫头，都把自己折腾成这样了，值得吗？好了，别再找什么火莲了，快回去吧。值得呀。哟，刚醒就捉刀，莫不成你还想再打一架？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呢，恩怨分明，刚刚共患难过，我是不会趁人之危的。这是什么？麝香薯干，我吃剩下了，就顺手做成了肉干。这年头有肉吃就不错了，你这顿不吃，就算有力气能跟我打架，也挨不过这接下来的风雪。还有吗？你倒想通的挺快嘛。我得活下去啊！哟，刚刚你孤身上雪山，为了那火莲连命都不要了，这会儿子怎么又开始惜起命来？我还不能死啊！还有人在等我。我看你这个人啊，救人就上瘾了，别人的命都比你的命重要吗？嗯？没大没小的野丫头。不是比我的性命重要，而是你有没有过那种，你愿意付出一切，就只是为了
让他再和你说一句话的感觉。你刚刚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只是觉得你武功好啊。这么好的武功，应该练了很多年吧？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在雪山上，挺可惜的。这全天下的人，恐怕都巴不得我早点死。只有你，恐怕是唯一一个觉得我死了可惜的人。其实你是我下山之后遇到的第一个高手。你哭庄唱的挺好听的。是吗？要不要我给你唱一段？我怕我会哭。漂亮丫头，吃人嘴短，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慎独印是不是在你身上？不在。你胡说！灭煞大会那天，楚天瑜那只老狗从我手里抢走了慎独印，而你又杀了那只老狗，那慎独印不在你身上，会在哪儿呢？那是霍家的印，为什么要还给你呀？臭丫头，你别逼我动手。我原先以为朱雀主是个性情中人，快意恩仇，没想到原来跟四象山那些妖魔鬼怪都差不多，为了一个捕风捉影的海天一色争破了脑袋。少把我和那些狗杂碎相提并论。我要拿回慎独印，只是因为它是霍家的东西，跟什么海天一色的信物没有半分关系。我不信。爱信不信。我听说海天一色里面有绝世武功，朱雀主难道就不想得到吗？我有我的百劫手，足矣。还有什么武功值得我稀罕？我虽行走江湖时日不多，之前听一位长辈说，朱雀主的资质乃是人中翘楚之一，但是年轻的时候戾气太重，功夫学名百劫手，但走的是伤人伤己的旁门。顶峰时期虽无坚不摧，但一旦走了下坡路，便也如江河日下。之前我不信，现在看来像是真的。哦。方才我试探了你一下，见你行动略有凝滞，特别是我抢你肉干的时候，感觉更加明显。你坛中气息不足，百劫手缺了几分果断，否则四象山四圣之手一动，我怎么可能轻易避开呢？你们不都说四象山之手是那什么狗屁郑罗生吗？他算什么东西？漂亮丫头，你这是在奉承我呢，还是在吓唬我？嗯？我自己的武功，我心里清楚。我从来就没指望过什么狗屁海天一色。我之所以要拿回慎独印，是因为它是霍家的东西，我绝不允许它落在小人手里。雪快停了，朱雀主，出了这个门，我们还是要打一架的。漂亮丫头，你心可真大。你这么相信我，就不怕我趁你睡着了把你给杀了？朱雀主不杀长得好看的人，
你果然懂我。漂亮丫头，江湖中人都为了夺那圣毒印，打得你死我活，而你偏偏心就那么大，把它白白送给了旁人。我本来就没有想过要什么信物，海天一色更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只要它不落到恶人手里，落到谁手里都无所谓。好，既然你对他没有觊觎之心，那我就陪你演完这场戏。事成之后，你把圣毒印交还给我，我马上就帮你去拿那个火莲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死丫头，你要不想死的话，就把圣毒印交给我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想要圣毒印是吗？自己去拿。好兄弟，多喝2口，不够还有啊。姑娘，你是周肥姑娘吧？你认识我？安之这孩子，在昏迷的时候啊，都念着你的名字呢。找到了。好，太好了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姑娘。周姑娘为了救你，千里奔波，终于取来了这火莲，自己都险些没了半条命。哟，这么亮。不过你放心，他平安无事的回来了，就是累坏了。大约是老天在上，也怜惜你的过往，叫你命不该绝，还遇上了周斐这样的好姑娘啊！
夫人，保好自己。算来你也该醒了，只是可惜啊。可惜什么？姑娘，你放心，安之第2味汤服过后已经好多了。我说可惜啊，是说你来的不巧。那小子服过药后醒过一阵子，本想等你，实在不行了，昨天才刚回去闭关。太好了，那我可以去给他找第3味药，著名火尾草了。莫急，著名草罕有人见，据说是生长在南疆酷热之地。据蓬莱，尚有1000里之远呢。南疆是小药谷的方向吗？不错。那杨锦既然是小药谷的掌门，想必知道点什么。就算他不懂，也还可以去找硬核丛打听。丫头，你就是再急，南疆10天半月之内也是到不了的，不差这片刻时光。既然准备赶这么远的路，还是养好自己的身体吧。看看你，这是多久没合眼了？再好的底子，也不能这么糟蹋呀。是谁？这小子，别的不行，这眼力是真不错呀。看看，骗来一个多水灵的姑娘，字书可曾读过？五经喜欢念哪一篇呢？我都没读过，不过我爹教过我千字文，要不要我背给你听啊？这不行，卓丫头，你如果再学不会知书达理，可别想进我家门了。哎，你这人真奇怪啊！我又没读你家书，又没吃你家大米，跟我这冲什么淡呗？这个说来惭愧，传说中的蓬莱仙其实有4个人，除了他已经过世的小师叔，到如今剩下一个我，和这个热爱误人子弟的林夫子，还有一个呀，便是救你进来的那位老渔夫了。听见没有？我是你师叔。你是谁师叔？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师叔。哎，好好，现在先叫你嘴硬，早晚你得承认。我的刀呢？放肆！目无尊长，没大没小。哎，你们48寨是怎么教的孩子？怎么你和你的妹妹一点都不一样呢？你见过我妹妹李大壮？她是不是闯什么祸了？胡说！那么乖巧伶俐个小姑娘，能闯什么祸呀？哼，真是乖巧伶俐。你确定你说的是48寨的李岩？啊，